鲁迅先生曾说，中国文化的根全在道教。以此读史，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确实，中国自古以来有儒释道三大宗教，但佛教乃外来产物，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，最终成型。从根本上说，不是中国原有的东西。而儒家实际上只能算半个宗教。4000年前，仙人广成子告诉了皇帝答案，唯有道教土生土长是属于中国特有的东西。其本身许多的文化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1000多年的历史进程。当然，想必更多人在意的还是道教如何修炼成仙的秘密。毕竟，千百年来有关白日飞升、羽化而登仙的传闻是多么令人神往。对于道士而言，得道才能登临仙位，而得道的前提首先是悟道、见道。那么，什么是道？《得道经》25章载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自之曰道。我们把身体看作一个小世界，它与外世界全息对应，便有了不出于户，以知天下；不归于有，以知天道的说法。比如道教常说的阳神与出体，从内修的另一个角度去看待，本质上所有的出神都是在自己的身体内完成的。道教的33天和西方的极乐世界，这些世界都可以从我们的心里找到对应点、焦点，通过长期的修炼达到随意出入的境界。当然，道家初期的功法比较简单，除老子倡导的守意法，再就是庄子宣扬的心斋、坐望、整息、吹嘘呼吸和雄鸡鸟身之类的仿生导引功。黄帝问道与广成子的对话中，庄子借广成子之口也已经指示出了完整的修炼方法。庄子外篇在右中，黄帝问道于广成子，广成子决然而起，曰：善哉问乎！来，吾与女之道。至道之精，杳杳冥冥；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。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行将自正。必静必清，无劳女行，无扰女精，乃可以长生。目无所见，耳无所闻，心无所知，女神将手行，行乃长生。简而言之，便是检视寡欲，无视无听，抱神以静，行将自正，乃可长生。此后先秦流传的外丹术也盛行一时，方士们习以炼药成丹来达到霞举飞升的目的。而等到东汉时期道教成立后，出于宗教目的，道教吸收了许多古老的养生术和所谓古仙术，并在总结古老气功的基础上创编了一些具有道教特色的功法。至唐末5代，通过烧炼金丹、服食来达到长生的外丹术已逐渐没落，讲究修炼三宝精气神的内丹道成为主流。老子《道德经》曾云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丹道即三反二，二反一，一合于道。其修炼名词为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及精气神的返还过程。又因人精气不足，又创出补足精气的炼精化气，使人从后天补亏达到先天，以而开始修炼。此后以内丹说理解参同气的流派成为仙学的主流。后世中耳熟能详的仙人钟离权、吕洞宾、崔熙范、陈普、陈抟、施坚吾、刘玄英、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，奉周易参同气为丹经之祖。参同气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。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。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、彭祖、王乔、释松子、依托老子。于是从北五祖、南五祖至七真师祖，建成一套完整的性命双修功法，既是精液还丹，又名九转还丹法。其功理功法是以阴阳的造化，用清、浊、动、静、降本流末而生万物的原理，以顺逆颠倒之法。现在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修真小说的修炼境界便大多脱胎于此。以内丹法修炼到最高境界，就可把肉身练成阳神虚和大道，表现在世间的形式是日下无影，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。到了那时，白日飞升便也是等闲之事。当然，以得道成仙解脱而论，这并非是唯一衡量标准，师解、刀解、兵解、作画一样可以是得道成仙。而从更高的层面去俯瞰，丹道在早期调配精气神，
后期才练虚合道。古道家的修炼一下手便是虚心实腹合于之道，一个重根基，一个重悟性，倒也说不上哪个更高哪个更低。无论是古外丹修士还是内丹修士，白日飞升得道成仙都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境界和终极目标。两位神仙的对话透露出成仙的大秘密。吕洞宾、杨神出游去看望师傅，恰好铁拐李也在终南山。三人正在说话，吕洞宾说道：“我有一事不明，钟离权道何事？”吕洞宾问道：“阴神阳神有何不同？”钟离权说道：“纯阴而无阳者为鬼魂，阴阳相杂者为阴神，纯阳而无阴者为阳神。凡人死后阴魂脱壳即成鬼魂，修功者因未尽而出神过早，谓之阴神。起初之时，或眼中见白光如何，则神从眼出；或耳中闻钟磬箫管之音，则神从耳出。尤其阳气未壮，不能上破天关，故旁驱别境而从其变。既出之后，亦自逍遥快乐，穿街渡巷，临水登山。但能成形，不能分形；但能游走人间，不能飞腾变化。若盛夏太阳当空，则阴神畏而避之。是以虽待仙风，未离鬼去。”吕洞宾道：“阴神可以练为阳神吗？”钟离权道：“可以。学仙之人，不甘以小成，可于阴神出后再行修炼，将阴神原形粉碎，功到阴尽阳纯。”真人显像吕洞宾又问道：“如何将原形粉碎？”钟离权道：“望其身，虚其心，空洞之中，一物不生，则可以换凡胎为灵胎，变俗子为真人。”说完又看看铁拐李，而后笑着说道：“亦可施太上老君之仙丹。”铁拐李欲言又止。钟离权接着说道：“常人无此仙缘啊。”铁拐李对吕洞宾道：“纯阳子无需担忧，你以为纯阳之神？”吕洞宾道：“阳神既出，是否功完道成？”钟离权道：“问得好，此有两则：一者就此罢手，在太空中逍遥快乐，飞腾万里，高踏云端，俯山观海；或游戏人间，千般变化，从心所欲。他们不顾及尸身，视之如粪土，尽情弃之；或抛尸于茅舍寒洞，或弃尸于山野荒郊，遗失而远走高飞。此为速成之法，学仙之人多到此为止就心满意足了。但此法尚为下策，虽说是已经得道，却没有正得大道。”吕洞宾道：“何为其二？”钟离权道：“其二乃有志之士，不求速效，自愿做迟钝功夫。阳神可出而不出，修炼至阴尽阳纯之时，阳神健全，在行引领放养之功。身躯可弃而不弃，保守园林，千烧万炼。望其如太虚，而以纯火烹之，形骸骨肉与之俱化。形神复又合二为一，此即炼虚合道，形神俱妙，合于遍布万化，无所不在之大道。出现百千万亿之化身，神通广大，拨云弄雾，移山填海，至此才算正得大道。”吕洞宾道：“如何下手？”钟离权道：“欲练此功，须复将阳神收入祖窍之中，练而复练，炼神还虚。阳神百炼百灵，炼得阳神的慧光生神火，贯通躯体百窍，阳焰腾空，透足透顶，将躯体炼化入阳神之中，使神光普照。最后炼得通身神火，躯体崩散，粉碎为似有非有，似无非无，无形无迹的先天祖气，还归于太虚，达到天人合一。功夫做到此处，则可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，浩劫不死，受其天地，到此才算是正的大道了。”